特别佩服他们的招商啊，既有烟火气，价格又便宜，精致，特别像伦敦的 Seven Dials Market。大家好，我是魏洪涛，让我来说你能听得懂的设计。今天呢，我们来打卡一个我们家楼下的商业啊，这也是在上海我最喜欢的街区式商业之一——红寿坊。红寿坊呢是一个有100多年历史的老弄堂，它是一个老的石库门的街区。19年呢，经过4年的改造和建设，打造成了一个现在上海最具松弛感的户外休闲商业街区。你别看它这边啊，全是石库门的老弄堂的感觉啊，它把原来的砖木结构啊换成了钢筋混凝土结构，也就是给建筑重新植入了一次坚强的骨骼啊。这里边的青砖和红砖啊，利用了原来拆除时候收集到的老砖，重新给它焕发了一次生命。整体的街道的规划布局啊非常合理啊，中央呢是一条主轴，旁边呢有像鱼骨一样的次轴啊，也就是里弄的那种副巷，它非常的欢迎啊，人可以从城市的各个角度聚集到这个项目的中央。现在呢，我们来到了中央的主广场啊，最核心的位置啊，一般是人很难进来的，所以它很巧妙的利用了新天地设计的逻辑啊，中间做了一个尺度宜人的广场，有树有水，就把环境激活了。另外，它的尺度很宜人啊，这里边其实已经预留了做市集和外摆的空间。街道的尺度呢也很人性化啊，整个的宽度大概是在11米到12米左右，有3个层次啊。第一个是旁边的外摆区，另外一个它预留了一个景观树池的区域，剩下大概有3.5米的区域啊是人们步行的一个通道，所以人在这里边感觉很舒服，不大也不小，尺度正好。整个项目的2楼呢，有点像我们上次看的 PAC 啊，完全环绕的一个连廊。这样的话呢，就把2楼的商业彻底的激活了。然后呢，这个连廊还有个好处啊，因为它这边有2栋很高的办公楼啊。传统的商务楼呢，大家是要到1楼的大堂出去找吃的。那这里呢，商业和办公呢是无缝衔接的状态，1楼、2楼大家都可以找到自己喜欢的美食。这个树选择的很漂亮啊，它的树冠呢跟旁边的这些树啊完全不一样，一下子就奠定了自己在这个广场中的核心位置。这里呢有一个 Foodie Social 啊，红寿坊10级，也是整个项目的一个点睛之笔，特别佩服他们的招商啊。这里边呢既有烟火气啊，又精致，价格又便宜。它还针对老年人准备了一个菜场啊，早上6点钟就可以开门。整个1楼呢是一个开场空间啊，它这里边有很多模块化的摊位啊，我猜它应该是用一种环保的海洋板来做的，整体的视觉的形象是非常统一的。你看它上面的广告位的高度啊，这家和那家都是完全一样的，是非常统一的情况下呢，又亮出了自家的这样的一个品牌。这几个风扇啊超大，有一点这种工业风的感觉，然后又有这种之前老上海建筑里面那种风扇，你站在下面的话还有微风，特别的舒服。天气热的时候，然后比较节能环保，然后这些窗可以打开，下面的热空气就上去。这是我经常吃午饭的地方，我最喜欢的是它这个椅子，它是可以伸出来，然后再放回去，保证这个过道足够的宽度，让大家可以通行。从这个角度看过去啊，特别像伦敦的 Seven Dials Market。整个墙面呢看起来很有立体感啊，比如说这块砖把它轻微的抽出来，然后呢就可以撒下一个阴影，所以很整体又很有细节。它这边呢除了商业和办公融合的很好以外啊，新建筑和老建筑啊一点都不突兀。你看它从玻璃的颜色的选择、铝板的颜色选择上都是那种灰色的，跟下面的这种灰砖有非常好的呼应的关系啊，可以说是融为一体。这边的商业呢跟办公楼啊是无缝衔接的。我们现在在它的大堂，给大家科普一下啊，这个叫玻璃类，它是为了承受这个方向的一个荷载，同时又可以极大的节约成本。但是在苹果店呢，它这片玻璃啊就采用6层夹胶，我们之前做的成都太古里也是6层夹胶玻璃，它是有自承重的功能，所以这个呢是一个更加妥协和折中的方案。为什么办公大堂或者高大的空间要用地出风？因为冷的空气从天花上下来以后，它会有热损失，冷的空气从地面吹上来以后，直接吹到人身上很舒服，把它放到地面上会让天花显得更干净，造型上更加的优美。一般的办公大堂呢都做的气势恢宏啊，都是一个4面环绕的公共空间，其实不能产生租赁的价值。那这个就不一样了，这个做的很低调又很精致，旁边呢把餐饮把它配足，同时呢人们在大堂里边也不会感到空间很局促啊，它的平衡做得太好了。红寿坊已经开业3年了，这边人气呢依然很旺。它从前期的定位策划、设计建造、招商运营都花了很多的心思啊，体现了他们满满的专业度和诚意。我是建筑师魏洪涛，关注我，下期见，拜拜。